在我们股票游戏的开发中期呢，因为云山雾罩的操作系统，每天都搞得大家怨声载道，大家的流言蜚语也时不时会传到高层耳朵里。别看游戏开发的一片狼藉，但我们老板还是很崇尚民主的。他觉得已经按捺不住民间的非议时，启动了一次很有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动，说你们要是对这个游戏有什么意见和想法，可以写下来发到我的邮箱里。别害怕啊，这也是对咱们游戏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看我们老板很开明吧，言者无罪，随便说。闻者足戒啊，最多呢也就是不改，还能差到哪儿去？要说想法没有，但是对这个游戏的意见，那都能写一本小说了。游戏公司开发项目到中后期呢，基本都会有这么一个环节，试完让大家提意见，或者呢上线公测让玩家提意见，这是一个很有用的优化游戏的环节啊。比如很多人都提了同一个意见，那么这条肯定是游戏中的痛点。在意见收集后的几天里，公司内部举行了一次股神游戏开发有关策划问题的会议，在会议中，所有提了意见的傻缺全被叫到了会议室。这等好事当然也少不了看不出眉眼高低的我。提过意见的我们几个端坐在一排，对面就是大老板加上几个公司高管，他们个个表情严肃，盯着我们就像审视犯人一样。我突然有种时空穿越的感觉，随着投影咔嗒一声被打开，墙面上罗列出了我们所有人提出的意见，他们被排列得整整齐齐，每一条意见后面都被标注了名字，这一条是谁提的，那一条是谁提的。我们突然感觉到气氛不对，但是你想跑也来不及了。之后呢，就是对每一个人提的意见都做一番解释告诉你他们为什么这么设计。我们游戏的特点呢，我之前节目已经介绍得很详细了，比如我们游戏上千字说明文一样的新手教学有人提了，觉得这个新手教学太长了，最好能拆分之后呢融合到主线里面。那大老板不乐意了，说我们的游戏说明呢，就是怕玩家不明白才写的那么详细的，拆分之后呢太零散了玩家到后面要把前面都忘了怎么办呢？他说的理由似乎也很充分既然人家都这么说了，那这个意见也就算是白提了。他解释之后呢，还得反问你，这回你明白了吗？也许呢是这条牵扯到的修改工作量太高，那么咱们换一条比如之前日本中美设计的诡异的菜单系统，你提出呢这个排列可能有一些混乱咱能不能统一一下呢？得到的反馈是我觉得还好界面也挺好看的。界面好不好看暂且不论这个逻辑硬伤就赤裸裸的摆在那里，就算修改也牵扯不了什么太大的工作量吧。那人家就回答我觉得还好，就是不改你有什么可说的？好，我们来看下一条。为什么每个主线任务之间要让玩家跑的路那么长呢？这可能会让玩家觉得枯燥大老板说了，这个呢就是为了吸引玩家呀，路程长，玩家才会有好奇心而且能增加玩家游戏的在线时长这话跟白先生的徒弟说的是一模一样再有呢，为什么我们所有的购买系统都跟真实的股市一样，太繁琐了？老板说，我们就是为了追求真实如果你在我们游戏里学会了炒股，那么现实生活中你就真的会炒股了。知道我们之前的新手引导的重要性了吧？我也不明白真想炒股的人就真炒股去了。会有人玩这个游戏吗？最后呢，美术和程序又提了一个工作流程上的意见，就是咱们做一个东西能不能稍微计划的详细一些呢？3个月前我们就开始做一个留言板系统，到现在还在做，而且一直被推翻，至今也没有定论到底要做成什么样的。其实呢，这话已经说得很委婉了，说白了就是你策划干什么吃的。咱们金先生反馈说，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一直也在关注。明天咱们就开始做第4版，这回呢是真的确定了。最终呢，我们提的意见不但一样没改，反而被教育了一番。策划流程上的建议跟没说一样。那之前收集意见到底为了个啥不过也算不错了，他们没清算我们就算是给足面子了。那件事情之后呢，老板再问，你们对游戏有什么想法吗？我们都说挺好，挺好的。好了，订阅猫怪老师吧，我们 see you next time。